在我们的髋内旋受限人群当中，我们经常会首先采用锻炼髋内旋的能力来改善我们髋内旋受限的问题，然而可能收效甚微。比如我们骨盆产生右旋的时候，我们右侧的髋关节就处在了一个内旋位，我们的股头就会向后旋转。那么此时你再去训练我们的髋内旋的话，你的行程已经大大受限，因此收效甚微。不如我们换一个思路，通过训练我们的髋外旋，提升我们髋外旋的能力，让我们的股骨头回到正确的位置上之后，你再去做髋内旋的训练，可能会让我们事半功倍。那么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2个练习方法，去锻炼我们的髋外旋能力，让我们的股骨头回到正确的位置上，从而提升我们的髋内旋能力。好，我们跪到垫子上，右侧为我们改善侧的腿，外展打开45度，脚尖冲外，膝盖对准我们的第2脚趾，然后让我们的双手手持一个壶铃，保持脊柱的延展。吸气的时候，让我们的膝盖顺着第2脚趾的方向做一个侧移。呼气，蹬地还原。吸气，注意始终保持膝盖对准第2脚趾。我们常见的错误是，可能你的膝盖会出现内扣。如果你出现内扣的话，那么就停下来。好，吸气还原，呼气，让你的膝盖始终对准第2脚趾，身体不要产生侧移的现象，始终保持脊柱的延展。在这里，我们可以做10到15次，2到3组即可。承接上一个训练，我们也可以来到站姿，依然把我们改善侧的腿外展45度，脚尖冲前，然后保持我们脊柱的延展。吸气，降低重心，膝盖始终对准第2脚趾的方向，把重心放在我们右脚上。呼气，蹬地还原。吸气，呼，吸气，呼，依然是可以做10到15次，2到3组即可。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如果你的髋关节也卡在了髋内旋位，不妨先从打开我们的髋外旋，提升我们的髋外旋能力开始，然后将我们的股骨头放回到正确的位置上之后，再去进行髋内旋的训练，反而会让你事半功倍。关注老王，做深度思考练者，我们下期再见。